她是个无辜、美丽、纯良的漂亮姑娘，怀揣梦想来到中国上海。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晚上，本该拥有美好未来的她，却因为撞到恶魔，人生戛然而止。室友一句无意间的话，使警方锁定凶手，但她的父母却在绝望之下选择了原谅，并希望不要判处凶手死刑。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，救赎也是有可能的。下面要讲述的是一段既绝望又充满人性光辉的故事。开始之前，请允许我向死者的父母 Debra 和 Keith 表示深深的敬意。我对你们的决定保留看法，但我尊重你们的选择，而且敬佩你们的伟大。2008年7月7日早上6点，城市已经苏醒，上班的人们涌向地铁，车辆逐渐挤满街道。这是中国上海最平常不过的一个清晨。一位身材高挑的美丽金发姑娘在人群中颇为亮眼，她脸上带着一丝疲惫，似乎还没睡醒的样子，缓缓前行。她叫 Charlotte， 是一名平面模特，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加拿大。昨晚她在朋友家通宵看电影，此刻正准备回到租住的房子，赶紧补一觉。片刻后，她走到位于长宁区昭化路488号的一栋公寓。这栋19层的公寓楼名叫金森大厦，位于小巷深处，外围是一圈锈迹斑斑的黑色铁栅栏。Charlotte 和室友戴安娜合租在这里的602房。相比此时上海到处都在施工的喧闹，这里显得分外宁静，绿树掩映。门口的保安室挂着24小时值班的木牌。楼里虽然有2部电梯，但Charlotte习惯走楼梯，这是她的锻炼方式。只是她不知道，原本的好习惯今天会成为她的一场噩梦。楼道光线不好，当她走到4楼和5楼间的平台上，突然前方出现一个黑影。黑影是一个女人，她头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之所以能分辨出是个女人，是因为她的长头发垂在台阶上，一股血腥气直冲Charlotte的鼻腔。她惊恐地发现女人身上暗红色的地方原来是血，紧接着看到地上、墙上到处都是血。Charlotte吓得掉头就跑，她一口气冲下楼，奔到保安室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连叫带比划告诉保安，楼上有个女人倒在血泊中。可保安是个中年大叔，完全听不懂面前这个外国女孩说些什么，只是望着她露出疑惑的表情。Charlotte没办法，决定坐电梯先回到6楼租室，跟室友戴安娜一起想办法。电梯到达6楼，开门的一瞬间，Charlotte彻底僵在原地。原来6楼走廊的水泥地面上也是一大片血迹，这些血迹从她租住的602房间门口一直延伸到楼梯间。直到此刻，Charlotte才意识到，刚才她看到那个浑身是血的女人不是别人，可能正是她的室友戴安娜。面对这恐怖片般的一幕，Charlotte吓得快疯了，她全力砸着电梯的关门键，生怕会有人突然冲向自己。电梯降到1楼，她颤抖着拨通了一个中国朋友的电话，楼梯间有人死了，好像是戴安娜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并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正是Charlotte的室友戴安娜。她身中22刀，倒在公寓楼梯的血泊里。然而这只是戴安娜来到上海的第12天。戴安娜出生于加拿大南部的温尼伯，4岁那年，全家搬到了 BC 省欧卡纳根山谷。几年后，父母分居，母亲带着3个孩子一起搬到了温哥华附近的海湾群岛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住在一艘11米左右的旧帆船上。这艘船就停靠在 Cortes Island， 这里一共只有约700个居民，岛上没有警察，没有商场，治安良好，夜不闭户。村民们会把多余的菜和物品摆在家门口，谁需要就自己拿，然后零钱放进旁边的罐子里。戴安娜的日常就是在森林里采蘑菇，带宠物散步、游泳、跳舞。他们家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日历，有时连星期几都记不清。直到读高中时，戴安娜才和母亲搬到了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岛 Salt Spring Island。 不过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每逢周六，海港旁会摆起市集，卖羊毛的、卖耳环的、卖衣服的等等，都是当地的一些手工制品。
这些摊主常常需要模特，戴安娜就被拉来试拍，拍着拍着，她就成了岛上的模特。戴安娜也有成为模特的兴趣和条件，她身高1.75米，身材纤细，肌肉匀称。作为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孩子，她的笑容明媚，眼神清澈，还有股子韧劲，像岩石缝里的野花。2007年，她把简历送到了维多利亚市唯一的模特经纪公司 Cottage Management， 下面简称 CM 公司，没过多久就被录用了。几个月后，她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国际合约，去米兰当平面模特。这3个月的临时工作让戴安娜大开眼界，更加坚定了当职业模特的决心。不过回到加拿大后，她暂时没再接到新的合约。2008年春天， CM 公司向她介绍了一个去中国工作的机会。负责人对她说，上海嘉禾国际模特经纪公司联系了咱们，这家公司刚起步，急招白人模特，这是个很好的跳板。戴安娜看了看嘉禾的官网， JH Model Agency 是一家专业的台资经纪公司，与欧洲的许多经纪公司都拥有良好的商务合作关系，合作过 Vogue、Elle、时尚芭莎，这都是著名的时尚杂志，看起来非常专业。负责人还补了一句，咱们公司另一个模特 Charlotte 现在就在那工作呢，还上了 Vogue。 这里插一句， Charlotte 就是发现戴安娜尸体的那位女孩，听说有同事也在那里，戴安娜心里踏实了一些。不过她从未去过中国，语言也不通，还是有些犹豫。负责人劝道，中国的模特业刚起步，很多公司都很年轻，越是这种公司越容易给新人机会。从时间上来说，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，洋品牌、洋杂志、洋审美一路涌进来，国际范儿非常吃香。无论是什么商品，只要模特是金发碧眼，哪怕是卖袜子都能多吸引一些眼球，增加商品的曝光率。为了迎合市场，一批批模特经纪公司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。但加拿大这边的经纪公司并不知道，这时候中国对模特经纪公司的监管几乎一片空白，已经催生了很多问题。比如有一些不靠谱的公司，让模特超负荷跑台不说，薪酬还会被层层抽走，如果模特不配合，就有可能面临违约赔偿。而这还不算最糟的，有些甚至还会安排模特去夜店卖洋酒，或者是走一些擦边的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母公司本应替模特把好关，但 CM 只是轻信了 JH 发来的一纸资料，完全没意识到这次合作带来的风险。2008年6月，戴安娜收到了 JH 模特公司发来的为期3个月的合约，合同中写道，她的收入要分成几份，10%给母公司 CM，30% 给 JH， 还有10%说是给中国政府交税。工作还没开始，一半的钱已经注定不可能装进自己的腰包。但戴安娜没多想，觉得能积累点经验，也算是出来见见世面。而且她对这个东方神秘而古老的国家也充满好奇。当时模特这个职业还不在中国的合法工签目录里，为了顺利入境，戴安娜只能对签证官撒谎，说自己是来旅游的，想看万里长城和东方明珠电视塔。她原以为可以拿到1年多次往返签，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最终只获批了30天单次入境。 JH 公司安慰她说，问题不大，先过来，大不了之后在中国续签呗。就这样，2008年6月24日，戴安娜落地上海虹桥机场， JH 公司派司机把她送到了朝花路488号的金森大厦，与 Charlotte 会合，一起住在公司安排的模特宿舍里。房子有3间卧室，还有个阳台，但不是免费的，每人每月要交360加币，价格不算低，可条件并不算好。公寓建成已有8年，设施开始变旧，房间里家具简陋不说，还有不少家电是坏的。虽然住的地方不尽如人意，但是老乡见老乡，两个姑娘很快熟络了起来，期待着相互扶持着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挑战。抵达上海的第3天， JH 就安排了戴安娜第一份工作。她原本很兴奋，但一到现场就傻眼了，不是拍杂志，也不是走 T 台，而是去一个2线城市的夜店推销威士忌。虽说不是那种陪酒性质的工作，
但对一个刚从米兰回来、拍过时尚大片的模特来说，这落差属实有点大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被安排的也基本都是类似的工作，有时甚至要穿着裙子在酒吧、饭店的开业典礼或商品发布会上跳舞，忍受台下众人的品头论足、指指点点。这哪里还是模特？照这样下去，下一单工作是什么？戴安娜想都不敢想。她越想越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忍不住向远在加拿大的男友和闺蜜诉苦，说自己想立刻就回家，不过合同里的高额违约金又让她不敢轻举妄动。想来想去，那个只有30天有效期的旅游签证反倒成了她脱身的唯一借口。7月3号，刚来上海的第9天，戴安娜联系了加拿大航空，将返程机票改到了7月24日。那是她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，比合同约定的时间提前了整整2个月。她没有告诉中国的 JH 公司，也没有告诉母公司 CM， 只有家人和朋友知道。大家都在盼着她早点回家。然而谁都没想到，就在改签机票的第3天，戴安娜就被发现死在了那栋公寓的楼梯间里。2008年的夏季，中国正在准备2件大事，北京奥运会和2年后的上海世博会。就在这个全世界都盯着中国的时刻，一个加拿大女模特在上海闹市区身中20多刀，客死他乡的新闻引发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，也给了上海警方巨大压力。他们紧急成立专案组，并将该案命名为上海金森大厦7·7凶杀案。专案组还原了戴安娜遇害前后几个小时的时间线。周日下午，她结束了在昆明卖威士忌的工作，坐飞机在晚上7点左右落地上海。下了飞机，她就直接回家了，和 Charlotte 还有另一位模特朋友一起到附近一家中东餐厅吃了晚餐。饭后， Charlotte 提议到朋友家看电影，但戴安娜觉得奔波整天太累了，就一个人先回了家。晚上10点多，监控拍到戴安娜离开公寓，10点50返回。通过冰箱里的食物来看，这段时间她应该是去附近的超市采购。11点半，好几户邻居听到走廊传来尖叫声，大概持续了1-2分钟后恢复安静。他们都以为是情侣吵架，就没去管。现在看来，这可能就是她遇害的时间。公寓里一片狼藉，入户门内侧把手上被血染红，门口地板上也有滴状和少量喷溅的血迹，客厅的地砖上踩着血鞋印，厨房地面也有零星血点。再看戴安娜的卧室，床头的被子上有明显的喷溅血迹，室内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床上的白色钱包里现金被洗劫一空。床底下发现了她的手机，在衣柜、旅行包上都留有被擦过的血痕。根据血的轨迹来看，她不是一开始就在楼梯间遇袭的，最早应该是在客厅遭到袭击，后来推到了卧室，想把凶手关在门外，可惜没能成功。在卧室里，她再次被捅，留下了大量血迹，之后挣扎着冲出房间，但不幸在楼梯间被凶手追上。从现场的迹象来看，凶手不是从阳台或窗户翻进来的，而是从正门进来的。但奇怪的是，门锁并没有被撬的痕迹。警方调查了戴安娜的社交记录，很快否定了熟人作案的可能。她来上海的时间太短了，几乎不认识当地人，生活也很简单，大多数时间在外地出差。室友 Charlotte 在案发当晚也有不在场证明。Charlotte 向警方介绍，因为戴安娜来自民风淳朴的小岛，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，所以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，就是每次外出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常常不把房门随手关紧，经常留一条缝，每次都是室友替她关门。和她说了好多次，她总是不放在心上。而楼下虽然设有保安室，但是24小时值班的标语更像是一个幌子，里面经常是没有保安的。警方意识到案发当晚602的门可能压根就没锁，凶手也许是直接走进去的。可问题是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，想要锁定一个随机作案的陌生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幸运的是，金森大厦只有一个出口，且附近有摄像头。警方调取录像后，果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。7月6号晚上11点03分左右，一名身穿黑夹克、黑裤子、白鞋的男子
进入了大楼。大概40分钟后，这名男子匆匆离开，夹克的右肩似乎被撕破了，衣服上还有一些污渍，不过他离开时两手空空，看不出有盗窃迹象。警方扩大了监控录像的查看范围，这次有了重大发现。凌晨3点57分左右，该男子又出现在了公寓楼下。只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围着公寓楼转圈，像是在确认附近的情况。4点06分，他再次进入公寓楼，这次待了半小时。离开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行李箱，沙勒特一眼认出那就是戴安娜的箱子。警方断定此人一定与戴安娜的死有关。另一边，法医报告证实了戴安娜临死前经历的挣扎。遇害那晚，她穿着 T 恤和印花短裙，没有遭受性侵的痕迹，身上共有22处刀伤，大多是较浅的皮外伤，应该是在抵抗中造成的，但是有几处刀口非常深，直达胸腔、肝脏和心脏。作案工具为宽2厘米、长8厘米以上的单刃利器。戴安娜被凶手连刺几刀后没有立即死亡，而是沿楼梯爬行，试图求救，但只爬了2-3级阶梯就停下了，最终死于失血性休克。死亡时间约在晚上11点到凌晨之间，不是性侵，也不是仇杀。抢个劫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吗？凶手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金森大厦呢？这时又有一条诡异的线索出现。片区民警向专案组汇报称，当晚23点55分，110曾接到过定西路口一座电话亭打来的匿名电话。一个带有安徽口音的男人说，他在昭化路附近听到有外国人呼救，让警方过去看看，说完就匆忙地挂了电话。警方不敢怠慢，开着巡逻车到达金森大厦附近，走访了几个小区，询问了几名保安，他们都表示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。于是这个报案就被当恶作剧处理了。现在看来，电话可能就是凶手打的，是行凶后想让警方去救人吗？难道是良心发现了？但这显然是一次乌龙式的报案，因为他担心自己行踪暴露，所以没说清具体地址。戴安娜还是错过了被救的机会，但即使他遮遮掩掩，还是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警方推断，既然他能准确报出路名，而且2次到现场的方式要么是步行，要么是骑自行车，说明他对周边非常熟悉。换句话说，此人可能经常在周边出没。顺着这个思路，警方开始沿昭化路排查，重点是安徽口音的外来务工人员。终于在一家名为花之林的茶楼得到了突破。这家茶楼就位于金森大厦附近，死者还曾在那里喝过茶。茶楼店主看了当晚监控录像后表示，这个男子好像在茶楼里做过服务员，但因为视频不是很清晰，所以不能下定结论。巧的是，那名员工叫陈子峰，安徽人，刚来上海不久，据说此前曾在湖州的童装厂工作过一段时间。来茶楼后因为懒散不听管教，很快被辞退，但他曾因用工要求留下了身份证复印件，上面的地址是安徽郎溪。得到这份复印件后，专案组立即联系了郎溪县公安局，希望能得到陈子峰的信息，但当地公安却表示查无此人，说明身份证是假的。其实这也不稀奇，那个年代打工者因为躲避年龄限制或其他问题，经常伪造身份证件，只不过这个陈子峰要么不是真名，要么不是郎溪县人，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。不过这时去湖州调查的小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当地一名民警通过假身份证上的照片认出了嫌疑人，称这个人曾在湖州的某童装厂工作过。最终4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乡认出了陈子峰，原来他真名叫陈军，是安徽郎溪县石字镇人，曾是个留守儿童，15岁辍学，也跟父母一样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。案发时仅18岁，辗转在多地做过不少工作，但都做不长。2008年5月，他只身来到上海，想在大城市碰碰运气。到上海后，陈军通过假身份证在茶楼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，但是每月1000元的工资不怎么够花，生活单调又压抑。他开始在网吧沉溺于游戏世界，工作中渐渐的心不在焉，老板就把他辞退了。失业后，陈军并没有离开昭化路，
而是窝在茶楼楼上的网吧，把最后那点钱全花到了游戏里。在得知陈军身份后，2008年7月11日，专案组再次来到了陈军的家乡郎溪县。整个县城只有一家网吧。专案组人员按陈军喜欢上网的习惯，准备试试运气。谁知一进门，赫然见到眼前不远的电脑旁坐着一个年轻人，十分眼熟。这个混迹于城市角落里没人注意的小镇青年，被监控录像一帧帧锁定，他就是警察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此时距案发仅过去了4天时间，被抓后，陈军似乎很清楚警察的来意，根本没有什么抵抗，很快就交代了杀害戴安娜的经过。陈军向警方交代，被辞退后，他原本计划要回老家的，但他那个时候已经身无分文，连回程的车票都买不起了，于是就动了歪心思。上海有那么多有钱人，偷也好，抢也罢，搞个几百块逃之夭夭应该问题不大。这点钱对那些人来说根本不算啥，有些人可能根本不会报警。其实陈军并没有明确锁定目标，而是挨家挨户走访，看看哪里有机会就在哪儿干一票。由于金森大厦离他之前工作的地方比较近，所以他就选定了这里。金森大厦的大门敞开着，保安室没人。陈军轻轻松松地走了进去，一层层往上爬，找机会下手。走到6楼时，他发现602的门虚掩着，于是推门进去，看见客厅沙发上放着一台白色的苹果笔记本电脑，心想这玩意儿值钱啊，正要动手。没想到戴安娜听到动静，从卧室出来了。刚开始戴安娜并没有惊慌，用英语向陈军询问着什么。陈军听不懂，只觉得自己暴露了，索性拿出弹簧刀指着他，说着把钱交出来。这下戴安娜才反应过来，遇见抢劫的了，惊慌失措大喊起来。陈军慌了神，冲上去一刀捅在他腹部。戴安娜奋力反抗，先跑进卧室，本能的想把陈军挡在门外，失败之后只能逃出公寓，大声求救。这下陈军更慌了，连忙追上去，从6楼追到5楼，再次动刀，直到戴安娜彻底倒下没了动静。陈军甚至都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，只是在惊慌之中逃离了现场。跑出小区后，他害怕了，也说不清是怕人没死透，将来指认自己，还是怕万一人真死了，自己从此背上了人命。总之，最后他竟然鬼使神差地拨打了110报警，说听到金森大厦附近有一个外国女性在喊救命，但并没有提供准确地址。报警后，陈军去了附近的东方网点网吧过夜。几个小时后，他又骑车回到金森大厦，先在楼下转了几圈，探查警方是否因他之前的匿名报警而采取行动。发现一切风平浪静之后，才再次回到602。他翻了戴安娜的钱包找现金，然后就把钱包扔回了床上。接着他带走了能找到的所有值钱物品，包括 Charlotte 的电脑和相机，戴安娜的摩托罗拉手机和一部拍立得，一些首饰。他将这些物品塞进了行李箱，打了辆车去了上海南部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区，整夜躲在网吧里。第二天拉着箱子乘大巴逃离了上海。在戴安娜遇害的第6天，母亲 Debra 和继父 Keith 赶到了上海，在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翻译陪同下，他们见到了戴安娜。她静静地躺在花丛中，身上换上了干净的衣服。Debra 看到女儿的身体满是刀伤，手指上还有几道深深的伤痕，那是试图徒手抓住刀刃时留下的。悲痛欲绝的母亲忍不住地落泪。在上海火葬场，她挑选了一个紫檀木骨灰盒，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花纹和文字，就像戴安娜那样自然朴素。离开中国前，父母二人在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花之林茶楼。他们注意到茶馆后门正对着一条通往金森大厦的窄巷，站在窄巷里可以一眼看到戴安娜公寓的阳台。迪布拉突然有了另一个猜想，或许在很早之前，陈军站在这里吸烟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戴安娜和莎乐特的公寓。他或许认为这2个外国女人很有钱，当晚他观察到戴安娜出门，才决定动手闯空门。只是没想到他只是在超市买了点东西，早就回到家中了，所以才撞了个正着。迪布拉认为陈军并非随机作案，
而是早有目标，但这些只是他的猜测，并不会改变故事的结局。2008年11月17日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。陈军在庭上的描述与在警方那里的稍有出入。他表示自己原本没打算伤害戴安娜，是戴安娜在看到他后先踢了他的腿，所以他才捅了第一刀。随后他想要逃走，却被戴安娜挡住了，他才不小心捅了第二刀。随后戴安娜尖叫着跑出去，他害怕邻居听见，所以追了出去，在失控中捅了更多次。从头到尾，他把每一次出刀都包在一句解释里：他踢了我，他挡住我，他还在挣扎，我失控了。像是在一层层撕掉主动的标签，留下的都是凶手的迫不得已。辩护律师强调，陈军只有18岁，而且在第一次逃离现场后曾打电话报警，证明他有救人的意图，希望法庭酌情从宽处理。但公诉人随即反驳，陈军报警时没有提供准确的地址，导致警方出警无果。关键是他后面还返回了现场，回去是搜刮财物，而不是救人。他眼睁睁看着戴安娜倒在血泊中，却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，这是哪门子的救人？辩方还试图申请对陈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，但因为缺乏合理的理由，被法庭当庭驳回。检方在起诉书中指出，被告人陈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，并致人死亡。根据中国刑法规定，应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，建议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2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，陈军当庭认罪，法院宣布择日宣判。按照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，杀人偿命。如果没有意外，等待着陈军的将是一份死刑判决。但在中国司法体系里有一个特殊环节，受害者家属对待凶手的态度有时会影响最终的量刑结果。法官私下征求了 Debra 和 Keith 的意见，问他们，你们希望看到陈军被处怎样的刑罚？死刑、无期徒刑，还是2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？他们愣住了。在北美的法庭上，情况不会是这样的。他们俩压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参与到量刑中，因此一时语塞。他们不是来复仇的，而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被一个陌生人用22刀结束了生命。沉默片刻后，他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，建议判处死缓。这个选择很多人无法理解。一名美国女记者采访 Debra， 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。Debra 解释说，他们本身就反对死刑，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，救赎是有可能的，死亡并不是正义的重点，留一线生机是一种克制，也是一种信仰。其次，他注意到了陈军的家庭，看到了他那些来自农村，面对外国人连话都不会说的父母和亲人，站在旁听席上局促不安，不知所措。不过他也说，在庭审上，陈军对戴安娜的死表现得很冷漠，不像是加害者，反而更像是局外人，这让他觉得陈军是个恶人，但同时也是大时代中的一枚棋子。当人们被迫离开原本的生活，被市场驱动，被消费主义裹挟，这类事情就会越来越多。人们渴望更多的物质，却找不到工作，慢慢的，他们开始不在乎该不该做，只在乎能不能活。这就是一种人格被抽空的过程，一种非人化的过程。他甚至觉得警察和法官对陈军也带着一种怜悯，这种怜悯不是原谅，而是也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悲剧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恶人。然后他说了一句最难说出口的话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但我们不希望别人的孩子也被杀。几个月后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宣判，陈军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戴安娜的骨灰被带回了盐泉岛，她的葬礼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旁边举行，上百的居民都来送了她最后一程。最后，她的骨灰被葬在 St. Mary's Anglican 教堂的后面的墓地里。那是一片被森林包围的斜坡，阳光从高高的杉树缝隙间洒下来，风一吹，草叶轻响，沙沙细雨。戴安娜的墓前没有浮夸的雕像，只有人们留下的一些小东西，一只陶瓷兔子，一尊佛像，一只金属小鸟。墓碑最中间是一张她的照片，
不是杂志里的造型照，而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笑得灿烂的模样。照片被一圈闪闪发光的贝壳和石头围着，旁边刻着一句话：人生是用来爱和欢笑的。2年后，与戴安娜情同父女的 Keith 走了。朋友说他太痛苦了，撑不下去了。Debra 撑了下来，但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挚爱的女儿走了，亲密的伴侣也走了。他患上了创伤后遗症，加入了互助小组，却常常在床上一躺一天，一遍遍回想女儿的模样。说起来，陈君和戴安娜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，却有些意外相似之处。他们都很年轻，孤身闯入这座城市，靠着不合法却不得不接受的方式维持生计。一个是被包装上台的洋模特，一个是穿梭在茶楼与网吧之间的打工者。更巧的是，事情发生前他们都想回家，正当戴安娜订好了机票，陈君收拾好了行囊，这2个年轻人在一扇关不紧的门后相遇。他用一把刀斩断了他的归途，也锁死了自己的命运。不同的是，被害的是无辜、美丽、纯良的女孩，她本该享有美好的未来，短暂的人生却戛然而止。毁灭她的是一个阴穷而邪恶，被社会所抛弃，在别人眼里无足轻重，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活得有尊严，如同一具丧尸，却有着惊人破坏力的青年。城市的灯还亮着，但那一晚有2个年轻人永远留在了原地。